距离9月17号的美联储议息会议还有不到2天的时间，这场决定全球资金走向的会议不仅会影响股市和外汇，更可能在币圈掀起一场地震。你有在关注吗？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不是也这样，每天从早到晚盯着盘面，心脏跟着 K 线图上上下下，结果一通操作下来，账户里的数字反而越来越少，看到别人晒各种翻倍的收益截图，自己却总是完美错过所有的暴涨，精准踩中每个暴跌。如果你有这些烦恼，那么恭喜你，这支影片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。我会给你一个傻瓜式的解决方案，让你彻底告别无效的盯盘和焦虑，只在每周、每月最重要的几个时间点出手，用20%的时间抓住80%的行情。建议大家先点赞订阅，我们马上开始。很多散户朋友总觉得交易就是要快，要时刻盯着市场才能赚到钱。实际上呢，这是很高效的交易方法没错，但同时也是最容易亏钱的方式。因为市场的日常波动大部分都是毫无意义的噪音，随着这些噪音去交易，你只会被庄家来回收割。那真正决定市场的大方向信号是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就是宏观经济数据。现在的币圈，它的一举一动都和全球经济，特别是美国的经济状况紧密相连。美联储稍微一个动作，比如加息或者降息，就能让整个币圈发生地震。而美联储做决策靠的不是算命，靠的是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经济数据。所以散户最聪明的做法不是去猜它会涨还是会跌，而是用数据说话，在这些数据公布的关键时间点提前埋伏进去。接下来我们就对照这张图一个一个拆解，看看我们每周每月到底应该关注哪些发财信号。我们先从最重要的每月数据开始，这些是能引发市场海啸的大事件，搞懂它们你就成功了一半。首先是非农就业数据，非农数据公布的时间是每个月的第一个周五早上8点半，当然这里的时间是美国东部时间，台北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。这是美国的就业成绩单，经济太好，美联储就怕通胀可能会加息，这对币圈是利空；经济太差，美联储就得降息放水来救市，钱多了就会流向币圈，这就是利好。数据公布前，市场会非常紧张，你可以在公布数据前，提前根据市场普遍的预测来小仓位埋伏。记住，数据出来后波动会极大，是短线机会，要快进快出。下一个是消费者物价指数，公布时间是每个月的中旬，通常是12号到16号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半，台北时间是晚上8点半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胀数据，看物价涨了还是跌了。CPI 太高，说明通胀失控，美联储就必须加息，这对加密市场是利空。反之 CPI 回落，加息预期降低，市场就会狂欢。CPI 是每月波动性的巅峰，和非农一样，提前根据预期埋伏，比如大家觉得这次 CPI 会降，币价可能就会提前涨。你可以跟简单切记，这是高风险时刻，要么小仓位，要么干脆等数据落地，方向明确了再进场。接下来是生产者物价指数，在 CPI 前几天公布，可以看作是 CPI 的预告片，公布时间是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，台北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。如果工厂出厂价都涨了，那我们买东西的价格大概率也低不了。可以把 PPI 作为 CPI 的参考。个人消费支出，美联储官方最看重的通胀指标，虽然市场关注度不如 CPI， 但这才是真正的正宫。一般月底公布，时间是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，台北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，可以用来验证本月的通胀情况。PC 一般是当作对市场的补充确认。零售时间，公布时间是美东时间每月第3周的15号到20号，这是反映消费力道的数据。最后一个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GDP 了，通常每3个月公布一次，公布时间是月底，是美东时间早上8点半，台北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，反映的是经济增速，初值影响力最大。说完了每月的，我们再来看看每周的，这些是短线玩家的机会。初领失业金人数，公布时间是每周四，美国东部时间早上8点半，台北时间是晚上的8点半。这是一个高频数据，能让我们提前感知就业市场的温度。如果连续几周连救济金的人数都在增加，那你就要小心了，下个月的非农数据可能就不太好看了。它可以帮你提前判断大方向。EIA 原油库存公布时间是每周三，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10点半，台北时间是晚上的10点半。油价是通胀的重要源头，油价涨，通胀预期就升温，对币圈偏利空。这个数据会影响短期市场情绪，适合做短线波动。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些关注这些数据公布的小技巧。打开 TradingView， 打开加密货币总市值的 K 线图，往左拉，
右下角这里有一些美国国旗的图标，在这里可以看到公布数据的时间、预测值、以前的数据和即将要公布的数据。关于这些数据怎么看，我之前有专门出过一支影片，你可以去我的频道里面翻一翻看一看。在这里我就不再详细去说明了。最后是几个不定期但一出现就惊天动地的大事件：美联储利率决议，或者是鲍威尔记者会，大约每6周一次，时间通常是周三，美东时间下午2点，台湾时间是凌晨2点，也就是刚刚开头提到过的9月17号的美联储议息会议。这就是终极审判，直接宣布加息、降息还是不变。我给所有新手的建议是，在结果出来之前空仓睡觉，不要去赌方向，因为上下插针能把你推到怀疑人生。一定要注意记者会上的讲话，它的影响很大。等鲍威尔讲话，市场方向彻底走出来了，你再决定跟多还是跟空，这才是最稳的。美联储会议纪要，大约是决议后3周公布，时间也是周三，美东时间下午2点，台湾时间是凌晨的2点。市场2次解读美联储政策，最后一个是杰克逊霍尔央行年会，时间是每年的8月底，这是全球央行的50大会，美联储主席会在这里释放未来大半年的政策信号，是长线布局的绝佳参考点。把屏幕上这张图截图保存下来，在你的手机日历里，把之前重要数据的公布时间全部设置上提醒，在数据公布前，花5分钟看看主流财经媒体的预测值，了解市场的预期是利好还是利空。记住这个口诀：数据好，经济强，要加息，利空避；数据差，经济弱，要放水，利好避。根据这个口诀，结合市场预期，在关键时间点提前小仓布局，或者等数据公布后顺势而为。这个方法不能让你一夜暴富，但它能帮你过滤掉市场90%的噪音，让你每一次出手都打在市场的关键点上，这才是散户在币圈长期生存下去的智慧。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助你建立一个更清晰、更高效的交易系统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给我点赞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的下一支精彩内容了。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觉得哪个数据对你的交易影响最大？欢迎大家一起交流讨论。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影片见。